在先前我們介紹過一個叫做 Timelines 時間軸的外掛，它會用時間從舊到新的方法，一個筆記一個筆記來顯示筆記的歷史。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外掛，它在使用上會比 Timelines 方便很多，因為 Timelines 需要特別指定 CSS 的類別，而且必須在要顯示時間軸的筆記裡面插入特定的 HTML 的標籤，它在使用上不是那麼的方便。因此我在介紹過以後就沒有再使用 Timelines 外掛了。今天介紹的這個 Chronology 可以把它稱作是筆記的年表。它也是依照筆記的修改的歷史，讓我們來了解整個儲存庫撰寫過的筆記它的整個歷史的嚴格，但是它會用一個月曆的方法來呈現。在這個月曆裡面，可以用某一天、某一個時間段、某一個禮拜或者是某一個月的形式來分別呈現它的修改的歷程。對於我們在掌握最近的筆記修改的歷程，都讓我們很簡單的達到一個通盤掌握的功用。今天我们就稍微来介紹一下要怎麼樣做設定，然後它在操作上要怎麼來執行。Chronology 已經可以在社群外掛裡面下載到了，因此只要下載並且安裝啟用以後，就可以直接來使用它了。在這一邊就是它的設定的畫面，前面的這3個它都會是勾選的一個情況，要不要在側邊欄顯示它的圖示，要不要在開啟 Obsidian 的時候也把它給啟用起來，是使用24小時的方法來顯示當天的時間。這3個都是預設是啟用的。接着第4個就是你平均每一天大概會寫多少篇的筆記，這個就根據你自己的情況自己來做設定。它這邊預設的值會是3。接着最後一個設定就是要不要用簡單的清單格式來呈現你的筆記。我們可以來先看一下所謂的簡單跟它預設的完整的清單是什麼樣子。啟用了 Chronology 以後，在側邊欄就可以看到年表的月曆，在月曆下方就會是某一天，像我這個是3月26日今天所建立的筆記的歷程。下面這邊呢是用24小時的方法來呈現的，這個就是預設清單的格式。假如把這個格式改成簡單格式，它会变成怎麼樣呢？這一個把它給啟用起來，清單格式改成簡單格式，再點擊一下，這個是昨天25日的筆記的內容，它就不會有24小時的時間，而是當天所有新增跟修改的筆記，它就整個用清單檔名的方法來呈現。那今天剛剛的那一個時間也不見了，就變成是用清單的格式來呈現了。這個就是簡單的格式，我們還是把它給關閉，讓它用比較完整的格式來看。改變了設定以後，我們再點擊一下，你可以看到在23點35分的時候有做了修改的筆記，看一下今天修改的歷史。今天這個 OBS 120是15點55分的時候有做修改，在下面又有12點12分又有另外同一篇筆記的記錄，可以看到它前面這個標誌是高亮度的，表示這個是新增的資料，也就是我在12點12分的時候新增了這個筆記，然後在下午3點55分的時候又去修改了它，因此一篇筆記它會出現2次，一個是新增的時候的一個記錄，一個是修改時候的記錄。如果你某一天修改的資料比較多的話，比如說我們看這個7號的，如果修改的資料比較多的話，同時段它就會把它變成用幾個 elements 的方法來呈現，點擊它以後它才會展開，這邊就會有比較多的修改的資料，它就會變成是先收合起來的狀況，點擊以後它才會變成是展開的格式。這個是某一天的呈現。如果你想要某一個區段，就是點擊了某一天，接着再到另外一天，比如說我們要從這個22號一直看到26號，只要在另外一個日期這邊按着 Shift 再點擊，它就會把這一段區間的內容全部都呈現出來。這個時候呈現出來的只有簡單的格式，或者你要顯示某一個禮拜它所有的歷史的一個變化，直接點擊最左邊第一欄的週數，點擊一下，它會用星期一到星期日這樣子的格式，把每一個變動都呈現在時間表裡面。如果你想要看到當月份的所有修改過跟新增的筆記，就是直接點擊最上方的月份 March， 點擊以後它就會把3月份所有修改過的筆記全部就呈現出來。那這個就是 Chronology 它方便的地方。如果你經常需要透過時間的變化來了解你的筆記，或者是找到這一個禮拜你的工作的狀況的話，就可以透過 Chronology 很快的呈現出來。這些時間的變化其實也可以透過 Data View 來處理，但是 Data View 呢，它只能用表格的形式，或者是用清單一筆一筆的格式，沒有使用月曆這麼的直覺。
我覺得 Chronology 外掛在月曆的呈現上還是會比較方便。要請大家注意的就是它一開始會去掃描你檔案的建檔跟修改的時間，因此在第一次剛使用的時候 CPU 的使用率會有比較高的狀況。它處理完了以後，在下一次再進入 Obsidian 的時候，就可以發現整體的執行的效率就不會像一開始啟用的時候那麼的緩慢了。另外還有一個剛剛沒有提到的這一個每日平均筆記數預設是3，這個對整個月曆有什麼影響？預設是3，它就會根據這一個筆記數來顯示你每一天跟這個平均數的比對的高度。可以看到每一天的背景後面的這個條狀就是它對應於3的一個比例。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7占滿了一格，表示7號這一天有更多的筆記，這一天有非常多的筆記。然後在這個24號這一邊，它就是只有2篇筆記。所以透過這個我們就可以很快的了解每一天筆記新增的一個筆數的狀況。如果大家覺得我介紹的外掛對你在使用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今天就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